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万物有灵系列花枝鞘毛衣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衣服分为前片、后片、袖子、连接、衣领和装饰几个部分，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期间将肩部对应进行连接。完成后编织袖子，并进行连接与安装，同时将前后片身体区域进行连接。接着挑领口编织衣领，最后制作和安装装饰。先来编织前片，分为下摆、身体和领肩。采用右手长尾起针的方法，从下往上依次编织3个区域。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图解，这里图解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交叉针的位置，有几针交叉就占几个格子。这样空白的区域有的是省略，有的是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格子的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行数，箭头表示编织方向。图中单数行表示在正面编织，图解从右往左观看。双数行在反面编织，图解从左往右观看。同时反面要编织相反针法。这里图解仅供教学使用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编织用到的针法比较多，图解都会进行标注，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往后教程使用1根棉线进行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起针编织下摆，这里下摆是双螺纹花样，也就是2针下针、2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往下演示一下右手长尾起针后编织双螺纹的方法。注意，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具体的针数以及行数大家参考图纸，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编织。请看演示。长尾起针后片织双螺纹花样，双螺纹整体上是2针下针和2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首先进行长尾起针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。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，右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
这是第2针。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织第1行。第1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编织和图解相同的针法。注意不同产品织片首尾几针的情况会有所不同，大家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如果首尾的情况和小样情况不同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上下针的织法，再对照图纸编织。可以看到，这里第1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编织时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者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织下针前，线要放在右针的下方，然后将右针从上往下穿入第1个线圈中，注意不是2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1个下针就织好了。第2针继续织下针，线在右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1个下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下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下方会形成辫子形状的纹理。在另一面看，下方这里是这样的一根横线。第3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。注意，上下针交替时，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因此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，然后织上针，将右针从下往上穿入线圈中，绕线，挑出，
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第4针继续织上针，线继续在前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绕线挑出，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上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这一面，线圈下方是横线。从后面看，线圈下方则是辫子。继续织2个下针，注意这里要先将线放到织片后方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织2个上针，不要忘记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交替织2个下针和2个上针。结尾几针对照图解编织，将第1行织完。由于起针的原因，第1行下针如果不太好织，也可以像这样穿入线圈织下针。现在小样第1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不太会数行数，第1行织好后，可以在正面任意一个辫子上做标记，方便数行数，同时也相当于在正面做了一个标记。接着织第2行，第2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下针符号织上针，上针符号织下针。小样图解开头是2个下针符号，我织2个上针。注意，织上针要将线放在针的上方再织。接着是2个上针符号，织2个下针。
大家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上针纹理，也就是横线，就织上针。横线织上针。看到下方是下针纹理，也就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将第2行织完。边缘一针纹理可能不明显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这样第2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织第3行。同样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边缘一针纹理不清楚，对照图解编织。接着全部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。辫子织下针，连续2个横线，织2个上针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一针同样可以看图解编织。往后每一行，无论正反面，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；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个就是双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织好了几行双螺纹，我们可以在正面数一下行数。7号扣这个线圈是起针形成的，我们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一个辫子就是1行，这里是5个辫子，再加上针上的线圈也算1行，因此我们这里总共织了6行。这个就是双螺纹数行数的方法。此时下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摆完成后，开始织身体。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。首先织第1行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对应数量的上下针，一直织到右上一针交叉针位置前。
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需要编织花样区域，先编织右上一针交叉针，开始先交换左半针2个线圈的位置，右侧的线圈要在上方。交换完成后，编织2针下针，完成右上一针交叉针。可以看到，右侧的线圈压在左侧线圈上方。接着织左上一针交叉针，同样先交换左半针2个线圈的位置，左侧的1个线圈要在上方。然后织2针下针，完成左上一针交叉针。可以看到，左侧一针的线圈压在右侧一针的上方。后面织1针上针，往下织1针下针扭针，后面继续织5针上针，然后织左上一针与2针上针的交叉针。先交换左半针3个线圈的位置，这里3个线圈及以上的交叉针可以使用麻花针辅助。先用麻花针将左半针开始2个线圈挑下，放于后方，然后调左半针的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接着挑麻花针的线圈，注意麻花针不要扭起来，织2针上针，完成左上一针与2针上针的交叉针，往下编织右上一针与2针上针的交叉针，先交换左半针3个线圈的位置，先用麻花针将左半针的第1个线圈挑下，放于前方，然后调左半针的2个线圈，织上针，再调麻花针的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完成右上一针与2针上针的交叉针。
后面织5针上针，1针下针扭针，1针上针。接下来织右上1针交叉针，完成后织1针，左上1针交叉针，后面织5针上针，往下织左上并针与1针交叉针。这里先将左半针的第1针和第3针并针，第3针要在上方，则交换一下位置。先用右半针将左半针的第1个线圈挑下不织，平移过来，然后拿起麻花针，将左半针相邻线圈挑下，放于后方，然后将之前平移的线圈移到左半针上，往下织1针左上并针，右半针同时穿过左半针的2个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完成左上并针。接着织1针挂针，加出1针，然后再挑麻花针的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完成左上并针与1针交叉针。后面织左上2针交叉针，先将左半针的2个线圈平移到麻花针上，放于后方，然后挑左半针，织2针下针，接着挑麻花针的线圈，织2针下针，完成左上2针交叉针。可以看到4个线圈交叉，左侧的2针在上方，接着织右上2针交叉针，先将左半针的2个线圈平移到麻花针上，
放于前方，然后调左半针织2针下针，接着挑麻花针的线圈，织2针下针，完成右上2针交叉针。可以看到4个线圈交叉，右侧的2针在上方。接下来织右上并针与1针交叉针，这里需要将左半针的第1针和第3针并针，第1针要在上方。这里需要将第2针和第1针交换一下位置，可以直接交换线圈，也可以借用麻花针辅助。我这里直接交换线圈。注意交换完后，第1针要在上方。如果使用麻花针，可以将第1针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麻花针挑下第2针后放于后方，再将右半针的线圈移到左半针上即可。往下挑左半针此时的第1个线圈，织1针下针。如果之前使用麻花针，就挑麻花针的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挂针，加出1针，接着挑左半针的2个线圈，织右上并针。先将第1个线圈按照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后面织1针下针，再将之前挑下不织的线圈挑起，盖过左侧1针的线圈，并挑下，完成右上并针。此时右上并针与1针交叉针就织好了，后面织5针上针，接着织右上1针交叉针，完成后织左上1针交叉针。后面依次织1针上针，1针下针扭针，5针上针，完成后织左上1针与2针上针交叉针。
后面织右上一针与2针上针交叉针，接着织5针上针，1针下针纽针，1针上针，后面继续织右上一针交叉针，然后织左上一针交叉针，此时完成了花样区域，剩余大家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即可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2行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一直织到纽针的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这里图解是下针纽针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纽针。完成后往下大家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期间纽针的位置都是织上针纽针。遇到挂针的线圈位置，直接挑线圈编织对应针法即可。将剩余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第2行就完成了。后面的第3到6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完成后编织第7行，先编织对应的上下针，一直到花样的区域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左上一针交叉针，一针右上一针交叉针，
接着织一针上针，一针下针扭针，一针上针，往后是豆豆符号，这里需要使用钩针钩织。左手挂线，右手拿起钩针，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将线圈移到钩针上，然后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1针、2针，接着挑同一个线圈，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，穿入，绕线勾出。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还剩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继续在这个洞眼里钩3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1个、2个、3个，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。接着在左侧挑下方的一个洞眼，挑起这样的2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固定。此时完成了一个豆豆，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套到右半针上。往下继续编织2针上针，后面织左上1针与2针上针交叉针，接着织2针下针，然后织右上1针与2针上针交叉针，完成后织2针上针，接着钩一个豆豆，先将线圈移到钩针上，然后绕线勾出，立2针锁针起立，再挑洞眼钩织4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
最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往下挑下方动眼，挑这样2根线，钩一针拧拔针固定，完成豆豆，线圈移到右半针上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编织，一直织到左上3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位置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左上3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，先用麻花针将左半针第一个线圈挑下，放于后方，然后挑左半针织3针下针，接着挑麻花针的线圈织1针上针，完成左上3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，后面织左上2针交叉针，完成后织右上2针交叉针，接着织右上3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，先将左半针3个线圈挑到麻花针上，放于前方，然后挑左半针的线圈织1针上针，接着挑麻花针的线圈织3针下针，完成右上3针与1针上针交叉针。这一行往后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7行就完成了。往下织第8行，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对应的上下针。纽针的位置同样织相反针法，也就是上针纽针。豆豆的位置直接挑对应的线圈编织即可。
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至第9行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到左上并针与2针交叉针位置前。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左上并针与2针交叉针，则交换一下线圈位置。先用麻花针将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挑下，放于后方，然后将左半针的下一个线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接着拿起另一个麻花针，将左半针的线圈挑下，也放于后方。接着将右半针的线圈平移到左半针上，往下调左半针的2个线圈编织左上并针。完成后织一针挂针。此时后方有2个麻花针，调左侧第2个麻花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再挑剩余麻花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上针。完成左上并针与2针交叉针，后面继续织一针上针，8针下针。1针上针，往下编织右上并针与2针交叉针。先将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麻花针挑下左半针的1个线圈，放于后方，然后将左半针的下一个线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麻花针将左半针的下一个线圈挑下，放于后方，右半针的2个线圈移回左半针上，接着先挑第2个麻花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上针。再挑剩余麻花针的线圈，织一针下针。然后织一针挂针，加出一针，
往下调左半针的2个线圈，编织右上并针。此时完成右上并针与2针交叉针。后面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继续编织。织完最后一针，第9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10到20行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，将这几行织完。完成后织第21行，这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先参考图纸编织到左上并针交叉花样前，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左上并针交叉花样。先将左半针第1个线圈移到右半针上，然后用麻花针将左半针的下一个线圈挑下，翻于后翻，再将左半针下一个线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用麻花针挑下下一个线圈，翻于后翻，接着将右半针的2个线圈平移到左半针上，往下先编织最后挑下的这个线圈，织1针上针，然后挑左半针的线圈，编织左上并针，接着加出1针，最后挑剩余线圈，编织1针下针，完成左上并针交叉花样。后面继续参考图纸，一直织到右上并针交叉花样前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编织右上并针交叉花样。先将第1针调到麻花针上，翻于后翻，然后将左半针的下一个线圈平移到右半针上，再用麻花针挑下左半针的线圈，翻于后翻，然后将右半针的线圈平移到左半针上，往下先挑左侧第2个麻花针的线圈，织1针下针，然后织1针挂针，接着挑左半针的线圈，编织右上并针，
往下挑最后一个线圈，编织一针上针。完成右上并针、交叉针花样。这一行往后以及身体剩余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直接参考图纸编织即可。此时身体区域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领肩，这里肩部两侧需要引反编织形成斜肩，领口处需要收针形成领窝。领肩需要分左右两侧单独编织。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。开始先编织左侧领肩，编织过程中靠里的一侧需要收针，织完领口收针区域后，不加不减编织几行，然后进行右侧留针引反编织，最后织完需要进行修针。完成后重新接线，收掉领口部分针数，之后再编织右侧领肩。同样编织过程中，部分行需要在靠里的一侧收针，最后几行需要进行左侧留针引反编织，织完需要修针。往下分别讲解一下领口收针、两侧留针引反编织以及最后的修针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根据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
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1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。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。接着织右肩，编织前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
然后收掉一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编织下针别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一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二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二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继续织第三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留针的引反编织，例如我这里第1行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前面正常编织，剩下5针时就不织了。我这里织好了第1行，翻面，继续织第2行。第2行开头织有结的滑针，
无论这一针是什么针法，都要将线放到右针上方，挑下第一针，然后拉紧线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上针，就要将线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接下来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织即可。我这里在反面织上针。可以发现，第二行在这一侧引反5针，也就是织到结尾，剩下5针不织。完成后，翻面，继续织第3行，开头织有结的划针，也就是以上针方式挑下，拉紧线。如果下一针织上针，就将线再绕一下，绕到上方再织。如果下一针织下针，直接编织即可。这里我织下针。有时候每一段引反的针数都相同，有时候会因为花样等原因，引反针数不同，具体需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可以发现，这里第3行结尾需要引反3针。注意，这里有结的划针算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现在第3行就织好了。第4行也是在结尾引反3针。同样，这个有结的划针看作1针。每次引反后，开头的这一针都要织有结的划针。现在就织好了第4行。有的时候，引反的同时还要在中间挖领口。大家实际可以对照图解编织。我继续将这个图解中需要引反的行数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，引反完成后，对应这个图解倒数第3行完成。接着需要消行，也就是这里的第9行。先将这一侧消行，我这里就全部织下针。
遇到有节的划针，当作一针织下针即可。这一侧销行完成，最后一行要进行这一侧的销行。我这里就是在反面全部织上针，遇到有节的划针，这里也当作一针织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留针的引反编织。此时领间的编织就讲解完了，到这里前片的编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后片，编织方法与前片相同，也是分为下摆、身体和领间3个区域。起针后先编织下摆，同样是织双螺纹花样，之后编织身体，居中需要编织花样。完成后编织领间，两侧肩部也需要引反编织，领口需要收针。这里最后织完肩部的一侧，需要与前片合并收针，相当于将肩部进行连接。这里只有合并收针是新出现的方法，其他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则往下讲解一下合并收针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对应编织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
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此时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袖子，分为袖边和袖身。先起针编织袖边，这里是双螺纹花样，完成后往上编织袖身，中间需要编织花样。部分行需要在两侧进行加针，这里用到的是卷针进行加针。最后全部编织完成后，需要进行浮针收针。这里只有袖身用到了新的针法，则往下讲解一下新针法的编织，同时讲解一下结尾浮针收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卷针加针编织时，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绕一个圈，将线圈套在针上，稍微拉紧，这样就织好了一个卷针加针。我再演示一次，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绕线后套在针上即可。我再演示几针。来看一下，卷针加针织好后，右侧的这根线在上方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此时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